环保侦查组进村前3天，我把全村人的破烂全收进了仓库。2毛1斤，废铁我全要。2毛？废铁现在都4毛了，收破烂的还想空手套白狼，滚！全县废钢回收渠道一夜冻结，价格跳水到8分钱1斤，还没人收。而我仓库里那200吨破烂，转头就以1块2的协议价发往了300公里外那家刚拿到合规资质的钢厂。这些东西在青石村堆了不是1年2年了。青石村这地方前些年靠着县里那10几家小冶炼厂，家家户户都干过扒废铁倒钢渣的营生。后来钢厂行情好的时候，废钢一度收到过5毛6毛1斤。村里人尝到甜头，就跟囤宝贝似的，把能捡的、能扒的、能买的废铁全堆在自家院里，等着价高了出手。可这2年行情一直不温不火，废钢价格在3毛到4毛之间晃悠，村里人嫌低，谁也不肯出。于是这些废铁就这么堆着，越堆越多，锈得越来越厉害，成了青石村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我叫陈燕，3年前从这村里走出去的。我爹在世的时候就是干废品回收这行的，跑遍了周边8个县的废品收购站。我大学念的是材料工程，毕业后没去大厂，反倒接了我爹的班，在县城开了家废旧金属回收公司。这2年别人都说我傻，放着好好的工程师不当，回来收破烂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行水有多深，门道有多多。哟，这不是老陈家的燕子吗？开大卡车回来了，听说在县城发了财。消息传得比风快。燕子，你爹走的时候你回来了没？好像没见着你吧？最后这句话跟一根针似的，轻轻扎了我一下。我爹是去年冬天走的，肺上的毛病，干这行落下的。我在外地谈一笔大单子，等赶回来的时候，只来得及看最后一眼。空气里一股子旱烟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今天回来就一件事儿，收废铁。2毛1斤，废钢废铁我全要。你们院里堆多少我收多少，现钱结账，卡车就停那儿，过完账当场装车。2毛，燕子你逗呢？现在废铁都4毛往上了。前阵子镇上来的收购车还给3毛8呢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3毛8，不可能。我半个月前还在县里的钢材市场盯着行情，整个北方的废钢价格这阵子都在往下走，因为下游钢厂开工率不足，需求疲软。镇上那些油商给3毛8，要么是骗人套货的，要么是有人在故意抬价。2毛，谁家卖谁是傻子。我一眼就看出来那链子是镀金的。王富贵，青石村的能人，给小冶炼厂当中间商，在村里混出了点名头。村里那10几家小冶炼厂，有一多半的废料供应都得经过他的手。他在村里说话比村长还好使。燕子啊，你这2毛的价是把咱青石村的人当傻子糊弄的。乡亲们，你们都知道这2年废钢行情见天的往上走，上个月镇上证车来收给的是3毛8，前2天我还听说有的地方都收到4毛2了，4毛2一斤，你家2万斤废铁，那就是8400块。对呀，差一半，怎么说的再就是燕子给你2毛，才4000块，整整少一半。你一个在外头混了几年的毛头小子，租2辆破车回来，2毛收走我们的废铁，转手卖4毛多，钱全进你腰包，乡亲们就拿个零头，这买卖你好意思？王哥，行情你确定看准了？我能看不准？我吃这碗饭10几年了，你才干几天？咱村这10几家厂子废料，哪个不是从我手里走的？废钢现在就是涨，你信不信？我当然知道这10几家小冶炼厂是怎么回事，无证经营、污染超标、安全隐患一大堆。王哥说的对，这价钱真不行，太低了。可这话我没法跟眼前这群讲。燕子，要不你加点？我不认识他，但能感觉出王富贵的底气多半来自这个人。燕子，你要是诚心收，就拿出个诚心价，2毛，在咱青石村门都没有。我把意向书放这儿，谁想卖的
2毛的破纸，留着擦屁股都嫌硬。燕子，我再说一遍，咱村的废铁2毛不卖。燕子，回去吧。2毛还想拉走？做梦呢！等富贵哥联系好买家，咱们4毛2出手。他们以为我是在丢人现眼的挽罪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在记住这一刻。燕子，想发财回县城发去，别回来祸害乡亲。老周，我这边谈崩了。青石村这帮人被人煽乎着不肯出货。对，你那边李家洼石桥村联系好了，行，价钱就按2毛现钱，我现在就开过去。还有，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事儿，巡查组下来的具体时间确认了没有？3天，还有3天，好好享受吧。这堆宝贝只剩3天好日子了。从青石村到李家洼20里地，周建是我爹生前的老搭档，在这一片收了30年废品，人脉广，门路熟。我们俩前些日子就商量好了，这趟一起把附近几个村的废缸扫一遍。因为半个月前，我从县环保局一个老同学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，不是什么内部机密，但也绝对算不上人尽捉知。环保巡查组即将驻驻我们市，重点督查散乱污企业。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。巡查组一来，这些没有环评手续、没有排污许可、随时在偷排废气废水的小冶炼厂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而这些小厂正是本地废缸的主要消化渠道，他们一旦全停，本地积压的废缸瞬间就失去了买家，短期内供过于求，价格必然断崖式下跌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小厂用的废料很多来路不正，渠道一封，连带着整个本地废缸回收链条都得瘫痪。到时候别说4毛2毛，8分钱一斤都没人敢收。而我手里握着另一张牌，300公里外的宏盛特钢是正规大型钢厂，环保手续齐全，设备先进。巡查组整顿对它是机会，小厂关停后，合规钢厂废钢需求缺口会瞬间扩大。我前阵子刚跟宏盛特钢的采购总监谈妥了一个供货协议，只要我能在这一波行情里组织到足量合规来源的废钢，他们以1块1到1块2的协议价收购，1块2收购，2毛进货，这中间的差价就是我赌上全部身家的底气，是我这2年攒下的几乎全部家底。但只要这步棋走对了，毛利至少能跑出50-60万。这不是黑心，2毛1斤，在3天后那个8分钱没人收的市场里，就是救命价。燕子，可算到了，这边乡亲们都等着呢。价钱我跟他们说了，2毛现钱，没二话。知道吧？2毛是吧？我家这堆废铁不嫌钱，全摆。我家有台报废的旋耕机，算多少斤你看着给。没有人跳出来喊等一下，没有人扳着手指头算4毛2，没有人撕我的收据。2毛1斤，过秤现结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但有一条，铁是铁，别给我往里掺石头、掺水泥块、掺土，掺假的我当场退，以后也不来了。放心吧，陈老板，咱庄稼人不干那缺德事儿。燕子，我跟你说，李家洼这帮人实诚，开干！30吨，我看着那满满一车的破烂，在月光下泛着冷硬的光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我不抽，我爹就是抽这个抽出的病。燕子，我给你交个底儿，你这么急着扫货，是不是听着啥风声了？老周是我爹的老兄弟，信得过。周叔，你最近听说巡查组的事儿没？巡查组？哪个巡查组？环保的，过2天就到咱县，县里那10几家小冶炼厂一个都跑不了。你是说那些厂子要被封？周叔，你想想，那些厂子一封，本地的废钢卖给谁去？连同青石村那一院子一院子的废铁，瞬间就成了咱手里的死铁。那青石村那帮人，你咋不告诉他们？你告诉了，他们也不信。不光不信，是有人不让他们信。那你现在能收多少是多少，明白人赚明白钱。是啊，20里外的青石村，此刻应该还在睡梦里。王富贵大概正做着4毛2一斤大赚一笔的美梦吧。第2天，农历9月20，距离巡查组驻驻还剩2天。上午，我和老童转战石桥村，又收了50吨。到中午，
我手里已经攒了130吨废钢，分装在2辆卡车上。第一辆已经按计划发往300公里外的宏盛特钢，签的是先发后结预付30%的协议。喂，燕子吗？哪位？我想起来了，种着10几亩地，前些年也跟风囤了一院子废铁。二婶儿，啥事儿？燕子，你那废铁还收不？好像废钢要跌价，我心里发慌，想着不如趁早出手。富贵不让卖，说谁要敢现在贱卖，就是坏了全村的规矩。果然，王富贵在压着所有人，不让出货。他要的是把全村的废钢攥在手里，等着涨到4毛2那一天，从中再狠狠抽一笔。可惜，那一天永远不会来了。二婶，你家多少斤？2万斤出头，当家的扒了好几年攒下的。？2万斤，2毛1斤，4000块。这价钱我现在能给，但只能是现在。他这2天派人在村口盯着呢，谁家往外运废铁，他都拦。盯梢拦车，王富贵这是怕有人坏了他的局，把价格盘子砸了。二婶，你别急，今晚后半夜让二叔用3轮车走老河滩道，道偏没人盯，我在河滩口等你们。青石村的，有人偷着卖。刘老师家。等巡查组来，多半人哭着求你。刘二婶这通电话，是青石村裂开的第一道缝。人心这东西就像冰面，第一道裂缝出现的时候看着不起眼，可只要寒气够重，这道缝会越裂越大，直到整面冰轰然碎裂。后半夜的风跟刀子似的，刮在脸上生疼。刘老师佝偻着背，推着一辆装得满满的农用3轮车，一家3口深更半夜推着一车废铁，在结了薄霜的河滩道上深一脚浅一脚。燕子，麻烦你了，大半夜的。二叔，这话见外了，咋不多叫几个人帮忙？不敢声张啊，富贵那人睚眦必报。王富贵在青石村的势力比我想的还深。燕子，你是个好人，这钱小子学费他爷要钱，可算有着落了。二婶，别哭，回去路上小心点。我想起了我爹，我爹这辈子也是这么过来的。收废品赚的就是这种辛苦钱、良心钱。咱这行赚差价不丢人，丢人的是昧着良心，在该给人活路的时候断人活路。我不知道那些亮着灯的人家是不是也跟刘老师一样，在深夜里辗转难眠，后悔着白天的选择。但我知道留给他们后悔的时间不多了。农历9月21，距离巡查组入驻还剩1天。这一天天气阴沉，北风刮得呜呜响，凑足了200吨的目标，200吨废钢分排发往宏盛特钢，按1块1的协议价，光是货值就是44万。刨去2毛的进货成本、运费、人工、毛利，我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，手都有点抖。措辞还很官方，没点名，但对懂行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信号弹。燕子，我是你三大爷，你那废铁还收不？陈老板，我家废铁能卖给你不？2毛也行。燕子，2毛我卖了，你啥时候来啦？二婶，青石村咋了？咋都来找我了？哎呦，燕子，出事了！上午镇上来了好几个干部，挨家挨户贴通知，说县里那些冶炼厂全要查封。那废钢废钢没人收了，今儿早上有个收废品的又上来村口，你猜多少钱？8分钱收废铁，8分1斤，比你那2毛跌了一大半。来了，雪崩。10几架车装满了就跑，后面再来的8分都不收了，说是装不下，渠道也乱了。那王富贵呢？富贵他傻眼了，他昨儿还跟人吹说联系上了县里大厂的关系，结果今儿一早那大厂打电话来说疏查组要查，他们厂自己手续都不全，这批废料根本不敢收，直接把富贵给拒了。富贵现在啥样？在他自个儿家院里把那堆废铁踹得叮当响，骂骂咧咧的，可骂有啥用？他自个儿院里就囤了快5万斤，本想倒手赚一笔，这下全砸手里了。燕子，你赶紧来吧，村里好多人都等着你呢。二婶，我现在过去，价钱不是2毛了。啊？那多少？1毛。燕子，你前儿不是2毛吗？咋还降1半啊？二婶，
你用脑子想想，巡查组一来，本地厂子全封，现在整个青石县的废钢都在抢着往外出，市场上一下子涌出这么多货，买家就那么几个合规的大厂，人家收获量有限，供大于求，价钱自然往下跌。我下游那家厂，这一波的收获指标也快满了，我现在收货，成本必须压下来，不然我自个儿都得亏。也比那油商的8分高啊！对，这是我现在能给的最高价了，而且只限今天一天，明天巡查组正式进驻，运输会管控，合规厂家也会暂停收货等政策明朗。燕子，1毛，你这心够狠的。周叔，不是我狠，是市场狠。3天前我给2毛，他们撕我的收据，这不是我定的价，是这个世道定的价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焦灼的气味，和3天前不一样。3天前的目光是挑剔的、起哄的、看热闹的，今天的目光是急的、是慌的、是求的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今天回来还是收废铁，1毛1斤，现钱，有多少收多少。1毛？燕子，你前不是说2毛吗？咋还降了？孙哥，3天前我给2毛，你们不卖。那孙哥是个卖铁的。打劫！人家3天前给2毛，是谁撕的收，谁喊着不卖的？就是，现在那油商8分都不收了，人家给1毛你还嫌低。3天前那个不可一世、当众撕我收据的王富贵，此刻像一只斗败的公鸡。我的目光扫过他，没停留。乡亲们，3天前我站在这个碾盘上，说收废铁价钱公道，现钱结算。那天我给的是2毛，你们选了听王富贵的。现在我手里的卡车马上要发往300公里外的宏盛特钢，那是手续齐全的大厂。这一波整顿，它不但不受影响，反而缺料。看见了吗？1块11斤的协议价。3天前我从你们这儿出去，当天夜里就在李家洼开始收货，2毛1斤，人家二话不说，连夜装车，200吨，200吨废钢。在侦查组进入之前，全部发往宏盛特钢。那种死寂不是安静，是一群人同时被人掐住了喉咙。2毛收的，1块1出的，每斤劳力9毛，200吨，4000万斤。我没把利润算给他们听，我不需要，他们自己会算。而他们也终于明白了，3天前他们亲手撕掉扔在风里的那张2毛的收据，本可以是他们1年里最大的一笔进项。燕子，我那5万斤，你能不能1毛收了？王富贵，你有今天！3年前是谁拦着不让卖的？我家2万斤砸手里了，你赔我！王哥，你的废铁我不收。为啥你不是收废铁吗？1毛8分我都卖。不是钱的问题。3天前你撕了我的收据，拦着全村人不让卖。今天叔伯婶子的货，我能收多少收多少。但你那5万斤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你公报私仇！公报私仇？王哥，你扪心自问，3天前你要是不拦着，青石村家家户户2毛1斤，早把废铁卖了，落个安心钱。是你为了多赚一笔，把全村人套了进去。现在你套住了，想让我给你兜底。我陈燕做生意讲规矩，规矩就是谁的账谁来认。燕子说的对，王富贵，你自作自受。早干啥去了？现在求人家，晚了。那天下午摆开了过磅的架势，来卖废铁的排起了长队。三大爷家的、孙哥家的、东头西头的，一户接一户。我说话算话，1毛1斤，现钱结算，过磅当场转账。虽然只有1毛，对大家来说已经是雪中送炭。燕子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今天来，我这辈子扒的这点废铁，真就成了一堆破烂白瞎。三大爷，别这么说，以后行情我看准了，还来收。但有一句话，我得跟您、跟在场的各位说，做这行，信息比面子值钱。3天前我说2毛，有人说4毛2，你们信了那个嘴上说4毛2，其实啥都不懂的人，没信我这个真要掏现钱的人。为啥？因为我给的价低，听着不中听。可这世上的事，往往是中听的话最坑人，刺耳的话最救命。我不是怪你们，是这世道本就如此。但我希望
下次再有人开着车站在这碾盘上跟你们说我全收的时候，你们先别着听旁边那个嗓门最大的，先打听打听行情，看看天气，问问政策。燕子，这顿饭你必须吃。那天后半夜，你把军大衣给我家小子披上，这份情我记一辈子。王富贵那5万斤废铁最后没人收，运输查得严，合规渠道又没他的份儿，折腾了几天，赔了运费，废铁还是拉了回来，堆在院里生锈。更惨的是，他这2年靠给小冶炼厂供料，垫了不少货款在厂子里，听说欠了一屁股债，债主天天上门。那个3天前站在人群外给王富贵撑腰的金丝眼镜，后来打听清楚了，是临县一个2道贩子，跟王富贵合伙想炒一把废钢行情，结果2人一起栽了进去，如今早就跑得没影了。活该！那王富贵平时仗着有几个臭钱，在村里横行霸道，这回栽了跟头，村里没一个人同情他。我对王富贵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，我只是不喜欢这种人，靠着信息差和话术，把别人当韭菜割，自己当人上人。这种人迟早会被自己的算计反噬。我不过是没在他掉进坑里的时候伸手拉他一把而已。吃完饭，天已经黑透了。3天前，我就是在这碾盘上被全村人哄笑着轰走的。3天后，还是这碾盘，排起了求我收货的长队。我没什么得意的，我只是想起我爹生前的话：燕子，咱这行赚差价不丢人，丢人的是昧着良心，在该给人活路的时候断人活路。我给青石村的人留过活路，2毛1斤，不限量，限钱。是他们亲手把活路撕碎了，扔进了风里。那今天的1毛已经是我能给的最后的体面。陈总，你那200吨货，头2车已经入库验收了，质量没问题，合规手续也齐全。跟你说个事儿，巡查组这一进来，本地那些小厂全停了，我们厂的废钢缺口一下子放大了3成。你要是还能组织到货，价钱我给你讲到1块2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林总，货我有，但得给我点时间。巡查组在，运输管控严，我得把手续来路都做得干干净净，一点纰漏不能有。应该的，合规第一。陈总，我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就服你这点。别人都盯着眼前那点蝇头小利，你看的是政策，是大事。这一波，你算是赌赢了。不是赌，林总，我大学念的材料工程，我爹干了一辈子废品回收，这行的门道、政策的风向、市场的供需，这些不是赌，是算。爹，这一单我赌赢了。不是赌，是您教我的，在正确的时候。青石村那帮人笑话我囤的全是废品，可您知道吗？废品和宝贝之间隔的从来不是运气，隔的是你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成了青石县废钢行业里唯一一个逆势赚钱的人。本地小冶炼厂全部停产整顿，废钢市场一片哀嚎，8分钱1斤都没人敢接。而我凭着跟宏盛特钢的合规供货协议，把手里的200吨废钢以1块1到1块2的价格分批清空，毛利跑出了58万。抛去我那35万的成本，净剩20多万，绝对是最惊险也最让我踏实的一单。惊险在于这28万不35万的启动资金是我的全部家底，要是宏盛特钢临时变卦，要是运输环节出岔子，我可能就血本无归。踏实在于这钱赚得干干净净。我给过青石村机会，2毛1斤，不限量，限钱，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王富贵的4毛2。我没坑任何人，该收的货我1斤不少的收，该给的价我分文不差的结。王富贵的失败不是我害的，是他自己的贪婪和无知，把自己和全村人一起拖进了坑里。这次我不是来收废铁的，我是来办一件事的。都过来，都过来！
燕子有话跟大伙儿说。燕子来了，无礼坐。燕子，上回多亏了你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上回的事儿过去了，我不提了。今天回来，我是想跟大家说个事。我准备在咱县城外的工业园区建一个废旧金属分拣加工厂，手续齐全，环保达标，专门给宏盛特钢这样的大厂供合规废料。建厂子在咱这儿？厂子建好之后需要人手，分拣、打包、过磅、装卸都要人，月薪4500，包吃住。咱青石村谁家愿意来做工的，可以来找我报名，优先用咱本村的人。4500包吃住。燕子，这是真的！我去，我家那口粉也去。燕子，算我一个，我有的是力气。刘老师，你来当个分拣组长，我信得过你。这片土地养育了我爹，也养育了我。我从这里走出去，学了本事，见了世面。如今，我想用我学到的、赚到的，回馈这片土地。但回馈不等于纵容。我可以给乡亲们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一条踏实的活路，但我不会替任何人为他们的贪婪和短视买单。这就是我的规矩，也是我爹教给我的规矩。我想起3天前被全村人哄笑着轰走的那个下午。陈总，新一批废钢指标下来了，宏盛这边厂开收1块2，你那分拣厂啥时候能投产？咱们签长期协议。那时候他们都笑我囤的全是废品，可这世上的事儿从来都是这样，废品和宝贝之间隔的不是运气，是认知。你看不懂的时候，金子在你眼里也是石头；你看得懂的时候，石头在你手里也能变成金子。那里有一座即将拔地而起的工厂，有我爹没能看到的这一行真正的未来，也有我陈燕自己的星辰大海。